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说一下指针万用表的应用。这是一块MF47的，正钛的一块MF47的指针式万用表。指针式万用表现在用的比较少了，但是呢，这一块表有差不多有20年了。在当时干家电维修的时候这块表，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过去都是这种指针式的。指针式万用表在测量电压或者是直流电压的时候，它分正负极，我们的这个表比要一定是红表比接正极，黑表比接负极，否则的话，它这个指针往反方向打，很容易把我们的表头烧坏。这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它测量电阻的时候，它这个档位和这个数字万用表差不多。这绿色的这一区域是测量电阻的，乘10乘1K乘100，这是它的量程，最后是乘1。这个红色的区域是测量交流电压的。你像我们测量我们的市电220伏，就可以用我们的250伏交流的档。这个黑色的区域是测量直流电压的。这下面这个区域标注着 MA 的，这是测量直流电流的。这种万用表只能测量直流电流。我们看一下表比，我们是 COM， 这个黑表比是 COM， 这个红表比呢，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这儿的。假如说我们量电压的时候，无论是直流电压或者是交流电压，当它大于1000伏，小于2500伏的时候，我们把红表比是插在这个位置，这儿写着一个2500伏，这是也就是说它的最大的量程是2500伏。因为我们这儿量程最大到1000伏，也就是说当它高于1000伏，小于2500伏的时候，我们是把红表比插到这儿，黑表比呢在这儿，用这两个位置测量。当我们测量直流电流大于500毫安，小于10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档位调到10安档，然后呢把红表比是插在这儿的。这是测量高电压和大电流两个表比的插孔。下面呢，我们就用这个表测量一下电阻。测量电阻的时候和数字万用表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在测量电阻之前一定要调零。怎么样调零呢？把我们的红黑表比搭接在一起，然后动这叫调零旋钮。调零旋钮，然后呢把它调到0欧姆的位置。这时呢，在测量电阻的时候就会比较准确。这儿呢有一个电阻 2.6K 左右，因为我们是在乘100的档，我们把它调到乘1K， 我们看一下。当我们波动这个档位的时候，就要调一次零。这差不多 2.5 到 2.6 的样子。另外呢，我们这个表测二极管的时候它没有单另的测量二极管的档，只能在电阻档测量我们的二极管。测二极管的时候和数字万用表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数字万用表红表比接正极，黑表比接二极管的负极，这样呢测出来单向导通，它会导通。但是呢，用我们的电阻档测量二极管的时候，用我们的指针万用表是黑表比接正极，红表比接负极。这时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二极管导通。当我们红表比接正极，黑表比接负极的时候它是接止的。也就是说，这一点和这个数字万用表测量的时候正好是这个红黑表比是相反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就是和数字万用表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呢就和数字万用表差不多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量程看好假如说我们
在250伏量程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是250伏。我们调到500伏的时候呢，这个最大呀就是500伏。我们用2个档位啊测量一下我们的交流电压，看一下它这个分别显示的位置。我们的这儿有个电源，我们试一下，这是500伏，210左右。我们打到250伏量程的时候，我们再测一下，这时呢还是210，也就是说我们的交流电现在是210伏。测量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啊，这些个方法呀，我们在讲解数字万有秒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方法是和数字万有秒是一样的，只是啊，它这个读刻度大家啊没有数字万有秒的直观。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说了一下这个指针式万有表测量和数字万有表测量我们的电压、电阻、电流的时候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主要的强调的是它的不同的地方，和数字万有表相同的地方，我们就没有详细的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翻看一下前几期的视频，我们有详细的介绍。